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对对对，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对呀，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伸枪手啊，还有投弹手。咱们2连3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想！想吃没门儿。嘿嘿，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团长，那谁有能耐啊？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2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团长，什么擂台啊？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2样都吃肉，啊！团长，俺想吃肉。你不算，去，一边待着去。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了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在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团长熊喽！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团长，没事吧？团长，没事，没事，没事。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第二组。第三组。哎，你叫什么名字？王根生。好，吃肉去吧。是。山本君は三冠するために来る。彼たち見に来た。あなたは跳躍だ。時間はいつですか？朝で聞く。まずいな。これはあなたずっと考える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全く一般で地図の素人だな。東京に行っても歌舞伎でも7つのに7日ね。漫画遠く舞台は歌舞伎ではないのだ。演人は出ねえのだぞ。山崎調査準国した以降、私はずっと考えて、陸軍はいつ頃伝道から出てきて、テーマは私たち出す。宮野参謀長はスロット人だから、彼は解放全体から考えた。文章は第一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す。こだわ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なら将軍に約束してもらい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全体地軍を私の東北部隊は中心にして戦わせてください。試しで見たいです。もちろんあなたは専門家だ。彼たちあなたのために見に来て、私の命令を伝えるして、近くの怪しい時間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て、山本君うまく失敗するように交渉して。嗨，两个，压上，再来两个，跟着，三个，三个，再来三个，同花顺，特别好，这怀表啊就归你了。这钢笔可不行，是那年主席送我的。报告。哎，你们市里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2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哎，
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哎，敬礼！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客气。现在老总何处？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还有多远呀？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是吕云龙团吧？正是。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是。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知道了。我们走。长官请。请。报告团长政委，集水军官府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堂屋休息。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2个，一个是集水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口。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那个混蛋啊，拿出来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1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哎，他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2个团合成1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2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注意！注意！
团长，久仰大名。哪里，你们358团是2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3生有幸啊！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2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某佩服啊！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2位云龙兄、赵兄吗？没问题，楚兄请。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29军的刀法路数。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1营长，在29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孙明上尉到。李团长在考我们358团呢。各位，献丑了。好，团长到，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2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是。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大堵墙，打结实点啊！你这位手下颇些少林拳脚啊！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云飞兄好枪法呀！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柏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支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2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李团长何意？请明示。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真可谓宝剑赠英雄啊！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还真让这小子笑话。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身死。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你真想要打？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了。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報告します。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決定しました。我のひなひだはそんなに大きくなるか？よし、君の考えることように話して、なぜか小さいの取られては選ぶですか？私は他の情報が勝ちが言うとなうとではなく、皇帝経年の田中中の報告に休眠があったからです。注意は、一後輩の80軍政軍はコミュニコを渡りします。注意は、一朝一のために水の津のサムネです。赤軍は尋問するです。この80軍は敗走からの質もあっています。山本君、あなたは大統領団指揮は指揮たいですか？田中長代は早速としては実施反撃する。小さすぎます。全く休眠がありません。問題は我々が演者小山に潜伏停止理由諜報人による3日前の知らせだと、演者小山の10数名の打球軍官たちが突然翌前行方わからなかった。軍官たちは霊陽から行きました。
地図からすると皇帝は霊陽から老樹から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拠を言って考慮軍議でいいか。では10名の東京軍軍が台头の八路軍は何投球だろう？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赵兄在燕大读过书？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唉，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5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严长官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云龙兄，你们18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あなたは八路軍の寸法はかっこ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の指揮戦だの私はね、目の鼻の下に設置した。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総指揮の指揮の深くは有名で知られ、副総指揮の名段が彼が八路軍最高指揮です。这个高海航空掃除さかなは冗談で茶こしましが。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軍重要した。残簡単、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軍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頃。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忻口之战是第2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3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的一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了。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焦灼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
严长官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这个严老西呀，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云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1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比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见之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1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2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一个团。苍云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2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对。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有一批
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于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3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10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咬钩了。哎，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我听不懂。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请。友が船の沈黙は何か分かっておろう。長官、彼を厳しく責めるでしょうか。まあいい。この本は死に迫っている。絶対ハジロ軍のあらゆる視線が大運で旧領土に集まっている。長官、私たちはこれはどこに行くですか。お前妻は私のドイツの先生を思い出させたいよ。ちっと彼は私に問いかけて、ネズミが火を加えて弾薬庫に吸った。どうする？おい、お前なら何度答える？ネズミは火事になる弾薬の倉庫に潜り込んだ。とても面白いでしょうか。唯一の答えは猫に3つを含んで追いかけさせる。猫は加えろ、3つに触れさせろ、追いに行く。とても面白いでしょうか。私は明日うのか残酷な怪我だと思っている。腰が操縦、あなたはどんなこと発生しておじけないってにすきわらず、今こあなたはどんなようにおじけで滑り行って話した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おじけで反応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も反応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活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体も腹かさないで腹立つことができる。そうそう、死後の可能性が大きくなった。あなたはしかし一人息子
询问一下129师，他们的部队有无调动？怎么敌人的第9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是。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呢？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